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怪现象？明明口袋里钞票数量没变，但却越来越觉得不值钱。去菜市场，10年前一张100元钞票可以买一大袋菜，如今顶多买2、3样。过去加满1桶汽油是日常开销的一小部分，现在却让人皱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并不是物价真的长出翅膀，而是现金正在融化。经济学家有一个词叫 melting up， 金融融涨。听起来抽象，其实很直白，钱正在像冰块一样在你手中慢慢融掉，而市场上的资产，股票、房地产、黄金、比特币却像一块块海绵，吸走这些流出来的水，越吸越涨。我们常常以为通货膨胀已经够让人头痛了，但融涨更诡异。通膨只是价格慢慢爬升，你还能感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节奏，融涨则像一股暗流，所有人都在慌张地把钱往资产里塞，怕晚一步就输在起跑线。于是你会看到股票指数一口气冲破历史新高，房价涨得让年轻人绝望，甚至连艺术品、手表这种看似奢侈的东西都被抢得比白菜还快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说白了，原因就2个字：怕输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央行拼命放水，利率压到快见底，银行存款连通膨都追不上，那持有现金等于慢性自杀。人们心里有杆秤，钱放着是贬值，买资产至少有涨的机会。于是资本市场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逃生舱，所有人挤在入口，场面像跨年夜的捷运车厢。这种怕输情绪曾经多次引爆市场的疯狂。你还记得2020年吗？疫情爆发，美联储一口气把利率砍到0，还无限量印钞。那一年，全球股市先是自由落体般崩跌，接着却反手暴冲。科技股像火箭，特斯拉1年内涨了10倍，比特币从不到5000美元冲到将近6万美元。谁都知道疫情让经济停摆，可资产却一路狂飙，这不是矛盾吗？其实一点都不矛盾，那就是融涨的经典场景。现金正在融化，市场被迫寻找出口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是不是代表只要央行印钱，资产就会无敌上涨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大家早就躺赢了。但现实没那么简单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融涨不是礼物，而是陷阱。1970年代的美国就是活教材。那时美元因为越战之初油价飙涨而不断贬值，通膨年年超过10%。结果黄金在短短10年内从每盎司35美元涨到800美元，足足20多倍。听起来像是人生大礼，对吧？可接下来呢？泡沫一破，黄金一路崩跌，直到20多年后才爬回原本的高点。换句话说，融涨让你看到的是一场资产的烟火，短暂而炫目，但背后埋着火药桶。你要是没跑在前面，往往是笑到最后的人太少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正走在同样的路上？你可能会想，融涨听起来像是投资人的事，跟一般人又有什么关系？但残酷的是，这一切和你我息息相关。因为无论你投不投资，你都被裹挟进了这场巨大的逃命潮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把钱老老实实放在银行，表面上你以为自己很稳健，可实际上你是在温水煮青蛙。银行给你1%的利息，可物价每年涨3%、5%甚至更多。结果就是你的存款表面上没动，实际上却在偷偷缩水。你还在原地，但整个世界的地板已经往上抬了。很多人不明白融涨的残酷，因为它不像通货膨胀那样赤裸裸地告诉你东西变贵了。融涨更狡猾，它用资产狂飙的方式让你落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大家都在谈论股票、房产、比特币的时候，如果你没跟上，你不是停留在原地，而是被远远甩在后头。举个真实的例子，2020年
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在疫情后只用了不到半年就从谷底翻倍。那一年，如果你手上握着现金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安全，因为别人亏得惨。但等到年底，你才发现你的现金安全根本比不上资产的上涨。很多人错过了那波机会，从此和财富自由彻底无缘。这就是融账的陷阱，它让持有现金的人越来越焦虑，持有资产的人越来越疯狂。但别以为资产上涨是所有人的好事。对年轻人来说，融账意味着买房的门槛越来越高。你可能存了5年，结果房价在2年里就涨走了你所有积蓄的意义。你追不上，就永远追不上。更糟的是，融账会让社会撕裂。富的人有资产，越涨越富；没资产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差距扩大。资产不是光靠努力就能追上的，它需要时间和本金。于是融账的结果就是把资产阶级和无资产阶级的鸿沟拉得越来越深。如果你以为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，那我告诉你，历史上已经无数次重演。1970年代的美国，通膨年年2位数，工薪族薪水永远追不上物价，只能眼睁睁看富人买房、买金条、买股票。2010年代的日本，央行长期低利率，钱不断涌进股市和房地产，结果是资产持有人财富暴涨，但年轻人却连租房都越来越吃力。这种逃命潮其实是一种心理游戏，人们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逃离现金贬值的恐惧。就像船要沉了，所有人都往救生艇挤，有人挤到了就活下来，有人挤不上就只能等着被吞没。问题是救生艇有限，你会看到股票暴涨，但最后泡沫破裂时，很多人掉进海里。房价冲高，但接下来一旦利率反转，背着贷款的人可能被压垮。所以融账并不是人人有奖，它更像一场赌博。你得问自己，你是早上船的人，还是最后跳上去的人？但这里又出现一个更吊诡的问题，如果知道融账风险这么大，为什么大家还是拼命往里冲？这就要回到一个关键点，人类的恐惧永远比理智更快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联储大幅降息，推出量化宽松。很多人本来觉得经济要完蛋了，不敢投资，但当他们看到股市开始反弹，再看到身边人赚钱，心态瞬间崩了。与其抱着贬值的现金，不如冲进去搏一搏。于是泡沫越滚越大，直到最后炸裂。这就是为什么融账像是一场集体歇斯底里的舞蹈。没有人真的相信这场舞会能永远持续，但所有人都害怕当那个提早离场的人。因为提早离场可能错过翻倍的财富，但如果留太久，就可能输掉一切。到这里，你应该感受到那股压迫感了。不管你想不想参与，你都在这张桌子上。可问题是，这张桌子什么时候会翻？很多人问，那这张桌子到底什么时候会翻？有没有什么信号？遗憾的是，没有人能精准预测什么时候。但历史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，融账从来不会无止境。它就像一颗气球，不可能无限吹大，总有爆开的那一刻。让我们回到1970年代的美国，那时油价暴涨，美元贬值，通膨高企，股市和房地产一度像火箭一样飞升。但到了1980年代，美联储主席保罗·沃尔克狠下决心，把利率一路拉高到 20%。 你可以想象，当借钱的成本突然变得像天价时，所有依赖资金推动的泡沫瞬间破裂。股市崩了，房市冷了，黄金价格从$800跌到$300，许多曾以为自己躺赢的人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这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，只要利率翻转，融账的游戏就会结束。再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
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让股市一路从谷底爬起，甚至开启了长达10年的牛市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很多人以为这是新常态，钱永远会流进市场。但2013年，当美联储只是轻轻放话要缩减购债，股市就瞬间剧烈震荡，出现所谓的缩减恐慌 taper tantrum。 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市场早就知道自己靠的是药物吊命，一旦要停，后果难以承受。那么现在呢？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度矛盾的时代。一方面，过去10几年全球央行放水，把市场推到前所未有的高位；另一方面，利率已经在逐渐回升，通膨还在阴魂不散。结果就是市场像走钢索，风吹草动就可能摔下去。举个数字你就懂了。2020年疫情之后，美国 M2 货币供应量1年内增加了超过 20%， 这是自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放水。钱一下子涌出来，推动美股、比特币、房地产全线狂飙。但到2022年，美联储开始加息，从0到 5% 的利率只用了不到1年。于是你看到科技股一夜之间腰斩，加密货币更是从高点跌掉7、8成。这就是融胀的宿命，它不会慢慢消退，而是要么继续狂飙，要么突然坠落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我干脆远离这些市场，不参与不就好了吗？可问题在于，融胀不是你能选择的。就算你不买股票，不买房，你也在承担后果。因为资产价格被推高后，生活成本就跟着上去了。你买不起房，却得面对不断上涨的租金；你没买股票，却发现养老金的投资组合波动剧烈；你没买黄金，却要面对货币贬值。所以说，融胀是一张所有人都在的桌子，哪怕你没下赌注，你也在赌局里。那有没有办法提前嗅到风险？有。历史上，每一次融胀走到尽头，都会出现几个共通的信号。第一，估值完全脱离现实。比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，当时很多公司连盈利模式都没有，股价却冲上天。再比如2021年的加密货币，狗狗币这种本来只是玩笑的东西，市值一度超过500亿美元。这时候你就知道，市场已经不是理智，而是狂热。第二，政策开始转向。只要央行开始收紧，利率开始上升，那些靠便宜资金支撑的资产就会瞬间露出脆弱的一面。就像2022年的美股，一次次加息把科技巨头的估值直接打回现实。第三，大众疯狂入场。这也许是最直观的信号。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平常从来不碰投资，突然都在聊买什么股票，买什么币，计程车司机、便利店店员都在告诉你他们赚了多少，这往往就是融胀的尾声。因为当连最后一批观望的人都冲进来时，已经没有新鲜血液可以接盘了。问题是，这些信号出现时，很多人已经被裹挟其中，很难抽身。你可能会想，再等等吧，反正还在涨。可是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崩溃永远来得比人想象的更快。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开始感受到融胀的两面性了？它像是财富的电梯，能在短时间里把人送到楼顶，但同时也是陷阱门，随时可能让人掉下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普通人要如何在这场融胀的舞会里全身而退，甚至还能占到便宜？我们刚才说到，融胀像是一场舞会，人人都在桌上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但舞会的规则很残酷，有的人能随着节奏转得盆满钵满，有的人却被音乐戛然而止，摔得粉身碎骨。那问题来了，普通人该怎么办？先说结论，
你永远不要指望自己能精准踩点，但你必须学会看方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市场就像一片大海，涨潮和退潮没人能算得准时间，但你能看懂风向，就不会傻傻站在沙滩上被浪淹没。现金不是安全，而是慢性毒药。很多人以为现金最安全，其实在融账里，现金才是风险最大的东西。你以为它稳固，但它在偷偷蒸发。举个例子，在过去20年，美国的 M2 货币供应量增长了大约3倍，而美元购买力却下滑了超过30%。换句话说，你口袋里的100块，20年前能买的东西，如今要花130甚至更多。所以，第一条生存法则就是，不要长期抱着现金睡觉。现金该有，但只够应付短期生活和应急就好，剩下的必须找到能抵御贬值的出口。2分散，而不是孤注一掷。当融账来临时，很多人一头扎进单一资产，以为这是上车的唯一机会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孤注一掷往往是最危险的。1970年代，有人把所有钱都换成黄金，结果高位套牢，20年没回本。2021年，有人把全部积蓄丢进加密货币，结果一夜之间财富蒸发80%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分散，股票、房地产、债券、黄金，甚至一点点加密货币，每种资产都能分担风险。你不用押中唯一的赢家，只要别被唯一的输家拖垮，就已经赢过大多数人。3小心最后的疯狂。还记得我说过的信号吗？当身边所有人都在疯狂谈论投资，当连你平常不理财经的朋友都在炫耀收益，这就是该保持冷静的时候。因为市场不会等到你准备好才转向，它会在最热闹的时候熄灯。很多台湾人对这个场景并不陌生。还记得1990年台股泡沫吗？指数一度冲上12000点，满街人都在谈股票，连卖菜阿妈都在报股名。结果呢？泡沫破裂，指数一路掉到不到3000点，整整蒸发3/4。多少人从天堂坠入地狱？所以，当你发现身边所有人都亢奋时，你要学会保持清醒。4留点筹码，别恋战。在融账环境里，最大的错误就是贪心。很多人明知道风险来了，还舍不得离场，总觉得再等等，应该还能涨一点。但市场最喜欢的就是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。如果你手上的资产已经翻倍甚至翻好几倍，不妨把一部分落袋为安，留点筹码继续参与，但别把自己绑死在船上。这样，即便风向突变，你也能全身而退。5把心态放在守住，而不是一夜翻身。很多人一听到融账，就满脑子想趁机暴富，但实际上，绝大多数人不是暴富，而是暴败。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守住购买力，不要被时代抛下。换句话说，融账里的赢家不一定是赚最多的，而是没输的。融账的残酷在于，它让人觉得不参与就是输，于是逼着所有人冲进去。可真正能赢的人，恰恰是那些知道什么时候该慢，什么时候该退的人。想象一个场景，舞会大厅灯火通明，大家随着音乐狂欢。你要做的不是比谁跳得更疯狂，而是时刻注意出口在哪里。等一息，你至少能跑得出去，而不是被困在人群里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现在呢？我们是不是正处在一个新的融账边缘？看看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美国的国家债务已经突破34兆美元，几乎是 GDP 的1.2倍。日本央行的利率依旧接近0，但股市却冲到历史新高。全球房地产市场普遍高企，但利率开始回升，让买房的人压力剧增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融账的条件依旧存在，钱多，资产有限，现金在贬值。可与此同时，
利率的反扑也在暗中积累风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正走在一条细长的钢索上，左右都是深渊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还在兴奋地往前跑，根本没意识到脚下已经摇摇欲坠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，如果这根钢索真的断裂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想象一下，当市场长期踩在钢索上，总有一天它会断裂。那一刻，不只是投资人，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受到震动。问题是，断裂之后，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？一、资产价格暴跌。首先冲击最大的一定是资产市场。当资金潮水退去，资产价格就像没了浮力的气球，直直坠下去。股市会暴跌，房地产会急冻，甚至连黄金、比特币这种被视为避风港的东西都可能先跟着跳水。因为当流动性枯竭时，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抛售，套现求生。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荒诞的画面：昨天还在高喊买什么都涨的人，今天转身抛售，价格一泻千里。财富不是慢慢缩水，而是像烟火熄灭，一瞬间化为乌有。历史上这种场景已经上演过无数次。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，3年内道琼指数跌去近90%，多少百万富翁一夜破产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泰国、印尼、韩国的股市和房市瞬间蒸发大半，很多原本坐拥大楼的企业家几个月后负债累累。所以当钢索断裂，最先掉下去的就是那些站在最高点的人。二、失业潮与社会撕裂。资产暴跌不会只停留在金融市场，它会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。企业融资变难，投资停摆，接着就是裁员潮。你可能会看到原本蒸蒸日上的科技公司，一夕之间宣布裁掉1/3员工；曾经疯狂盖楼的房地产开发商突然停工烂尾。失业率飙升，消费能力下降，社会撕裂随之而来。富人可能还有点积蓄能撑，穷人却连生活都捉襟见肘。差距不仅没有缩小，反而被进一步放大。因为在暴跌时，最容易被抛弃的永远是没什么筹码的小人物。这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吗？但别忘了，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美国失业率最高飙到10%，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和房子，最后只能依靠救济金过活。三、政府和央行的两难。当钢索断裂，政府和央行也会被推到风口浪尖，他们必须做选择：是继续放水救市，让市场重新融涨，还是狠下心收紧，让市场自己出清？历史上大多数时候，政府都会选择前者，因为没人敢冒着社会动荡的风险说让市场自生自灭。于是你会看到新的货币刺激、新的救援方案，钱再一次被印出来。短期内市场好像松了一口气，但长期看，这只会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全球债务规模一路飙升。光是美国国债在2000年时才6兆美元，如今已经超过34兆美元，几乎翻了6倍。债务像毒药，剂量越来越大，解药却越来越少。四、普通人的困境。钢索断裂对普通人的冲击往往是最直接的。你可能会发现房贷压力变大，因为利率升高。你可能会发现退休基金缩水，未来生活没有保障。你可能会发现物价依然居高不下，但收入却停滞。这就是最残酷的地方，你不炒股，不炒房，也没逃过融涨的余震。就像站在海滩边，不游泳的人也会被巨浪拍翻。五、世界秩序的重组。当金融融涨破裂，不只是个人财富，连世界格局也可能跟着改写。1929年的大萧条让美国从繁荣跌入绝望，最后才靠二战重建秩序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整个东南亚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几乎毁于一旦，
直到多年后才逐渐复苏。未来呢？一旦钢索断裂，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全球震荡，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，保护主义抬头，货币信用受到质疑，新的金融体系呼之欲出，地缘政治冲突升温，因为经济衰退往往催生民族主义。换句话说，金融融胀的破裂不仅仅是钱的游戏，而是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。看到这里，你或许会觉得压迫感更强了。如果钢索断裂是必然，那我们是不是只能坐以待毙？其实不然，历史从来不是单向的，危机往往也是转机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普通人还有没有办法逆袭？危机听起来像是世界末日，但换个角度想，每一次钢索断裂都伴随一次财富重分配。有人在混乱中倾家荡产，有人却趁机搭上顺风车。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富豪都不是在安稳的年代崛起，而是在动荡中找到机会。一危机就是重启键。1929年大萧条，成千上万的企业破产，但有人趁机低价收购工厂和土地，几年后经济复苏时财富暴涨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很多人破产，但少数赶在谷底买进的投资人，10年后资产翻了几倍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雷曼兄弟倒下，华尔街哀鸿遍野，但巴菲特出手救助高盛，换来一笔天价回报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危机并不是财富的终结，而是财富的转移。有人出局，就有人接手。二、现金的真正价值。听起来矛盾吧？前面我说过，融胀里现金是慢性毒药，但在危机爆发时，现金却是救命稻草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别人都急着卖资产换现金时，你手里如果正好有子弹，就能低价捡到未来的宝藏。所以聪明的策略是，在融胀狂热期，别把所有现金都丢进市场，要留一部分做弹药。等市场崩盘，别人绝望时，你才能下场收割。这就是巴菲特常说的那句老话：别人贪婪使我恐惧，别人恐惧使我贪婪。三、投资自己胜过一切。但比起股市、房市、黄金，还有一种投资是任何时代都不会破产的，那就是投资自己。你可能听腻了，但事实就是，技能、知识、经验是危机里最不会贬值的东西。当公司裁员时，有竞争力的人更能留下来；当经济复苏时，具备独特能力的人更容易赚到第一桶金。所以，无论融胀还是断裂，最稳健的选择永远是让自己变得更值钱。四、不要和市场硬碰硬。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和市场硬拼。看到股市狂涨就全仓梭哈，看到房价飙升就倾尽积蓄上车，看到比特币大热就借钱冲进去。问题是，市场的力量远远超出个人，硬拼的结果通常是被卷走。真正的聪明是学会顺势而为。市场在涨的时候你参与，但别恋战；市场在跌的时候你守住现金，等机会。你不需要击败市场，只要不被市场击败，就已经赢过大多数人。五、危机也是清算场。危机最大的意义之一是清算。泡沫时代很多虚假的东西会被吹大，危机一来全都露出原形。那些没有真正价值的企业会一夜倒下，那些靠故事和包装支撑的投资也会化为乌有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反而是一种过滤器，帮你看清哪些是真正长期能活下去的。举个例子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，上千家网络公司灰飞烟灭，但幸存下来的亚马逊、谷歌后来成为全球巨头。所以与其害怕危机，不如把它当成一次筛选，把你带去未来真正的赢家身边。六、保持冷静是最大武器。金融融胀最容易操控的不是资金，而是人心。
当别人疯狂，你要冷静；当别人恐惧，你也要冷静。真正能赢的人，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有钱的，而是最能在风暴里保持理智的人。因为市场的本质是一场心理战。当大众恐慌，你若能稳住，就已经领先一大截。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金融融胀是不是意味着现金不值钱，资产越来越值钱？答案是，短期看，没错，但长期看，现金与资产的价值会在一个循环里不断切换。你如果不懂这个循环，就会在融胀里追高，在崩溃里割肉。但如果你看懂了，就能在融胀里保值，在崩溃里翻身。最后留给你一个画面，想象一场暴雨，街道上到处是积水，有人被淹得动弹不得，有人却划着船在水面上前进。融胀和危机就是这样的雨季，你无法阻止雨水，但你可以决定自己手里是抱着石头，还是掌握一只船桨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